普通留学生只靠当甩手掌柜，从白手起家走到坐拥千亿财富，他就是高瓴资本的创始人张磊。张磊曾被赞为中国投资界之神，高瓴资本也一度有着5000亿元资产的庞大规模。但如今高瓴却被爆出企业大规模裁员、抛售资产的消息，部分业内人士担忧，这可能是高瓴资本盛极转衰的迹象。那么，张磊是靠什么方法从无到有的？他所创立的高瓴资本如今又面临怎样的难关呢？本期商将锦囊就来带大家了解张磊如何一步步从留学小伙成为资本巨鳄。俗话说，企业家雇员工干活，而投资者雇企业家干活。张磊和高瓴资本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很陌生，但我们如今熟悉的美团、京东等知名企业，背后都站着张磊这位低调的资本大亨。张磊的创业经历像极了我们今天看的穿越小说中的桥段。高瓴资本曾在2005年投资腾讯，又在2010年投资京东，这些投资最后都为他带来了10倍、100倍的收益，在人们眼中如同未卜先知一般。如今的高瓴资本已经有了1000亿产业，可谓财大气粗。但就在近日，企业内部却流传出大规模裁员的传闻，近1年来高瓴资本又在美股市场亏损超300亿。甚至早在今年4月，业内就流出了高瓴资本计划撤出中国，前往新加坡的传闻。很多人说，张磊和他的高瓴资本不过是时势造英雄，所谓的投资天才只是刚好站在了风口上而已。那么，张磊的成功究竟是能力还是运气？曾经投资无往不利的高瓴资本又为何近日深陷亏损传闻？让我们从头讲起。求学之路一波三折，濒临失业却被美国投资大神一眼相中，空手博来3000万启动资金，张磊是如何做到的？1972年，张磊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张磊的父母分别是律师和公务员，他的家境算是相当不错的。但张磊少年时的经历却是让人很难与日后的投资大神联想起来。由于父母工作的忙碌，张磊在童年时几乎没人管教，他逃课看过闲书，跑去少林寺待过一段时间，就是没去搞学习，这让张磊差点没能考上初中。但人的转变有时就在瞬间发生。张磊在高3时学习格外刻苦，并且成功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前一秒还是差点初中肄业的学渣，转眼就被高校录取，这只是张磊创造的第一个奇迹。1998年，张磊前往美国留学，凭借着他出色的能力，耶鲁大学向张磊抛出了橄榄枝，还为其提供了全额奖学金。得以在美国高校进修，张磊看似已经走上了人生巅峰。但毕业之后的张磊在就业上并不顺利，原因竟然是他太有主见，在一次面试上甚至和面试官吵了起来，屡次面试碰壁，几乎在美国要待不下去的张磊又跑回国创业，做了一个叫中华创业网的平台，结果折腾了1年之后还是失败。在创业和就业路上都没走通的张磊打算再去一趟美国碰碰运气，这次他恰好遇见了自己人生路上的伯乐。要是说张磊的自我意识太强，让他在面试工作上屡屡碰壁的话，他的这份执拗却让投资大师大卫·斯文森看到了他的过人之处。张磊在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实习的时候，遇到了这位美国投资教授。面对大佬，张磊也保持了一贯的敢说敢想，教授也顿时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潜力，在张磊日后的实习工作中经常为他点拨。有了名师相授，张磊觉得自己神功大成了，想要回到中国再次创业。而他的恩师斯文森教授对此也是相当看好，顺手就给了他2000万美元的启动资金。这笔钱对于已经是投资界大佬的斯文森教授来说可能只是毛毛雨，但就是这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笔投资，造就了中国未来的一个商业神话。眼光犀利，投资民企，回报率比巴菲特还高。近年又为何接连亏损，还计划撤出中国？投资天才遭遇滑铁卢了吗？2005年，张磊在拿着恩师的启动资金回国后，又四处凑了1000万美元，总算是有了3000万元的启动资金。一般我们投资都讲究鸡蛋不能放在一个篮子里，但张磊对自己的眼光足够自信，他的第一次投资就敢在一个目标上压满筹码。张磊在回国的第1年就相中了正在摸索中发展的腾讯，彼时的小马哥刚刚带着腾讯在香港上市，张磊当即就找到了他，将全部本钱都压在了腾讯上面。小马哥当时的心情可能是震惊的，但刚刚上市的腾讯的确需要资金进行发展，有人愿意投资当然是大好事。
此时半路杀出还赌上全部身家的张磊，可以说帮了腾讯一个大忙，而小马哥的成功也没让一把梭哈的张磊失望。张磊的这笔投资日后成为了200倍的收益。投资腾讯的首战告捷，给张磊带来了业界的名气、声望，以及最重要的继续投资的本钱。巴菲特说过，从一无所有赚到100万非常难，但从100万赚到1000万就很简单了。有了本钱以后的张磊就开始了十分顺利的滚雪球，在2008年投资蓝月亮洗衣液，2010年投资京东，这些品牌在日后也都不负众望的成为了知名企业，张磊也因此赚得盆满钵满。根据数据显示，张磊的投资回报率比巴菲特还要高出 18%， 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投资界大神。但投资总是伴随着风险的，任何人都不可能在其中一帆风顺。美国刮起的围剿中概股的风暴，让以重仓中概股闻名的高瓴资本一时间损失惨重。自2021年起到今年1季度末，高瓴在美股市场共持有64只股票，持仓市值为 47.87 亿美元。这一数据相比2021年4季度的 64.75 亿美元，缩水 16.88 亿美元，同比减少 26.07%， 相较于2021年2季度的 97.14 亿美元，跌幅可谓跳水。伴随着中概股的失利，外界也流传着高瓴即将撤出中国以及大规模裁员的传闻。尽管高瓴资本对此积极辟谣，但市场上释放出的信号还是让投资者对这个千亿企业表示担忧。有人说，张磊不过是乘着时代风口飞起来的猪，现在属于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那么，张磊究竟是投资天才还是风口上的猪？就让未来的高瓴资本来回答吧。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为我点赞并转发，你的鼓励是我创作的动力。